Hello，大家好，我是阿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是一个有关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频道。那今天的话，我们跟以前一样，我们来教一个实际操作的一个设计案的一个方法。那今天的工具一样是 SketchUp。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题材的话，请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一个图，大家应该会对这种图就是非常的陌生。那这就是建筑师的一个图，这种建筑的一个图，这就是所谓的2D 的一个 AutoCAD 的一个图。那这个图呢，今天这个是我的一个业主，他开始要去起造，他要去做一个出租套房。那我今天就直接来分享这个案例。那他今天想要叫我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来大家看我的滑鼠这边哈，就是他希望这一个厕所可以的话，可以加一个干湿分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又想象一个比例尺哈，这边一个马桶，这边一个淋浴的，这个门打开，要有一个干湿分离，你觉得有可能吗？有点困难啊，我不能说是不可能，但是有点困难。然后在这边加一个洗手台，在这个厕所里面，他希望加一个干湿分离，好，这是他希望我可不可以去配出一个他期望的一个东西。好，那再来是第二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房间？我们有看到这边这个吗？这边的话，它是一个阳台，我们进门的一个阳台。然后他希望说，我希望我的房间里面有床、有衣柜、有桌子，但是还希望有一个类似沙发的。但是这个沙发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必要的。主要是他今天这个东西就是要有卖相嘛。他要卖相的话，他当然最主要的，他想要解决这个厕所要有干湿分离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户跟这一户，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两户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户先不管。他希望说，如果他只要把它解决这一户的话，那这两个就同时解决了嘛。那同时解决，总而言之，他就希望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可以去优化。然后我也是很问号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建筑师帮你弄的，然后你再去请一个室内设计来帮你改。那我看一下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优化的，但是我看完还是觉得应该是可以，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讲说，我如何用一个去这个结构上面的东西，我去帮他做一个变更，那我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接下来的我们就来讲这个东西。好 ，OK， 那今天的话，我今天就不用我的作画过程，我今天直接来讲一个比较快一点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左上角这个。来，我们来看一下 SketchUp。整体而言，我把一个它比较重点的地方先把它画出来。它原则上它会长这个样子。我这边我再开一个门。好，这个套房的这个格局就是我们从这边进来，大家看我的滑鼠哈，从这边进来，这边是厕所。然后这边中间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空间。这边到时候它会有一个小窗，有一个推射窗。我们看一下这边哈，看这边有一个我滑鼠圈的这个地方这个符号，它有一个推射窗。从这边呢可以进去，那我这边再补一个哈。我开的这个门窗是自式的哦，因为它上面并没有标尺寸给我哈，我就用一个经验去标，所以它这边进来，这边会一个矮墙。我们来看看这边这个图，这边会有个矮墙哈。然后呢，这个到时候这边会放洗衣机。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这一个房间里面的话，你会多了一个小阳台。然后其实你真实的采光就只有这一个小窗，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直接来跟大家讲说，那我会希望怎么改哈？首先呢，刚刚这个里面它要去做一个干湿分离，是不太可能，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把刚刚的3件事，第一个是马桶，然后淋浴的跟这个洗手台减掉一个，那马桶跟淋浴这个才是属于重水的地方，所以呢，第一个我会把这个洗手台拉到外面来用。
那我们就直接来公布最后我完成交稿的一个图档啊。来，大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淋浴的干湿分离，这边是马桶。那马桶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偏右边一点点？这就是我在大家看这个圆形的这是一个回转半径。这个回转半径就是我开门的一个回转空间，这样刚好就不会去扫到这个马桶。这边有去计算过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洗手台呢，把它移到外面来，就是日式的一个做法。那这个东西不是重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小阳台那个地方。这个小阳台这个地方呢，我把它直接做大落地窗，我把隐藏掉给大家看。这边直接把它开成一个大落地窗，它这个落地窗并不是全开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段把这个墙面做一个深度。第一个呢，我们这边可以阻隔这边的书桌；二来这边会有一个冷气机跟这个洗衣机的一个空间位置。就这样子，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经过计算了以后，第一个我解决了淋浴空间、马桶这边都有了。我把洗手台拉到外面来以后，这边呢，我旁边再给它配了一个电磁炉具。下面呢，这个柜子再设计了一个抽盘，在下面呢，再设计了一个小冰箱的一个空间。小冰箱的空间以后呢，这边这个房间直接把这个衣柜直接做开放的，当然要关起来也是可以啦，只是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因为这边的行走空间不大，然后它也不太适合做滑门的。我是觉得这个地方这个衣柜如果要伸进到里面去要使用的话，直接做开放的就好了，毕竟这是一个个人套房。再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收纳柜。床头的后面呢，可以做一个上掀的一个床头柜，上面连着这个柜子，加上这边一个书桌。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再给一个沙发了。不过，其实你在这边再多放一组桌椅，基本上如果这边是夫妻或男女朋友在这边住，这个地方我们也只是在这边吃个早餐。重点是刚刚的那个小阳台，换来的是一个什么？超大阳台。这个阳台跟在这边这个有淋浴空间的厕所，是不是比原本的还要迷人太多了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设计上面呢，你把一些重点抓出来，你去把它转化，转化完了以后呢，你再去看合不合理。那我这样最后以后，我发现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我最后我就希望说，他可以用我这个图档，再去回头跟他的建筑师说，我希望可以照这样变更，去协助他把这个东西变更好。毕竟盖房子也是一辈子的事嘛，这个盖下去就是盖下去的。图档上面可以再去讨论，交由一个设计师或者建筑师，他可能也会有他的这个所谓的盲点。然后我是基于因为我在室内的部分是比较内行一点，所以我在这个室内的时候，我满足了他很多的一个需求，不管在厕所、洗手台，甚至换到最后有一个大阳台。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用了这种3D 的方式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实是可以从里面这边还可以挂一台电视哈，我们是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合不合理的。来，然后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你想要的一个格局跟一个空间？用我这样子的一个3D 的一个环绕，你就知道说这边有门，这边有进来以后是一个厕所，就是一个比日式小套房再更大的一个套房的一种设计逻辑。
那这种东西可能大家一开始再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的，在这个平面你可能会看不出个所以然。一进来有沙发、有床、有柜子、有阳台，还有一个坐在前面，乍看之下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经过在一个变化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就稍微能够感受到，其实在设计你东西只要切割的好，很多事情的话，它就会变成就是用起来会更好用啊。那今天因为主要是想要讲这个变更设计逻辑的一个方式，今天就没有带大家做一个画图的一个操作。那希望说大家这个分享对你会有所帮助。如果你以后未来遇到像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再多几种变化哦。好了，那今天的频道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